今天美股的走势是一场教科书级的，专门针对多头散户的流动性绞杀啊。美股早盘8:30，非农数据意外爆冷，预期新增非农业岗位数量11万，而实际为5.7万，数据远低于预期而腰斩啊。大家知道，美联储两大目标：降低通胀和稳定就业。之前的市场已经给加息提前定过价了。但现在新增岗位少，经济变冷，加息会让经济更冷，所以市场降低了加息的概率。在过去呢，这本该触发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降息定价狂欢啊，大盘确实也是高开啊。但是为什么开盘后机构大单进场，反手就砸成了高开低走？是因为华尔街普遍认为现在主导美联储利率决策的是通胀，而不是就业啊。就业岗位的失速断裂，在机构眼里不再是降息定价，而是实体经济有可能硬着陆的预期啊。开盘的冲高是聪明钱利用散户乐观预期冲高来做流动性套现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个 AI 概念股不出意外的继续9个点、10个点的暴砸血洗啊，闪跌领跌14个点。市场上很多人说是因为 Meta 突然喊出要卖算力的新闻啊，分析师解读为 AI 硬件供给过剩，才抛售 AI 概念股的，最终导致 AI 股崩了。为此，大家还用 AI 生成了个图片，专门用来指责扎克伯格。但是我认为 AI 概念股暴跌根本和 Meta 的这个新闻没有什么关系。股票老手都知道，主力资金想要砸盘出货，永远都能随便找到一个逻辑自洽的理由啊。小扎不过是这轮 AI 周期见顶的背锅侠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看过我昨天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啊，韩国综合指数是全球半导体煤矿里的金丝雀啊，AI 概念股情绪的风向标。昨天美股夜盘，韩国综合指数暴跌了7.9%，今天美国 AI 股不暴跌就怪了啊。8天内，韩国综合指数暴跌熔断了3次，这说明什么？获利了结的真实情绪已经写在了图表里啊。有意思的是，我看到一些博主在大喊抄底内存、抄底光模块、抄底 GPU，他们兜售这种观点，无非是顺应散户逢低买入的心理来博取流量。我就比较佛系，我在技术面反正没有看到最基本的抄底信号、超卖信号、金叉信号、双底确认信号、斐波那契支撑位信号、布林信号，甚至连缩量止跌信号我都没有看到。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通常会把过去1年的牛市惯性当成买入理由，但是我看到的是，大多数 AI 概念股龙头目前仍处于主升浪后的惯性下探过程啊，抛压没有结束。现在买入很容易就挂在山腰上，刀口舔血的左侧交易不适合我，也不适合稳健的投资者，所以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抄底时刻。具体怎么分析技术面，我以后会在会员频道里分享啊。当然，看到这里，有的朋友可能会反驳啊，那如果明天大盘偏偏就涨了怎么办？万一直接暴力反弹了呢？我想说的是，在这个市场里，除了有内幕消息的极少数人，没有任何人能精准的预测明天的涨跌啊。我做不到，巴菲特也做不到。如果谁能言之凿凿的告诉你他能做到，那不是违法的内幕交易就是骗子，因为影响短期波动的随机变量实在是太多了。比如说资金的临时调度、短期的量化，都能改变1、2天的 K 线啊。交易不是算命，老手从来不沉迷于猜测明天的涨跌，而是通过不断的提高认知来分析趋势走向。与其赌明天的涨跌，不如看清周期的位置，认清这一点，咱们才能算是成熟的交易者。看到这里的朋友们有福了，我也同步一个客观的发现啊，微软技术面今天出现了一个买入看涨信号，但还需要周 K 确认，上涨趋势确认的概率偏高啊。免责声明，这不是投资建议，我没有推荐大家买，我觉得我看到了，你们不要听我的。股票是复杂的，这些都是技术分析方面。技术分析最脆弱的地方就是在于图表上的信号完美的跟教科书一样，也抵不过川普的一句话或者公司出现的某个暴雷，比如说财务造假一系列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所有的技术支撑都会被瞬间击穿啊。所以分析还需要结合宏观方面。好，大盘趋势向下，大家注意风险。今天就到这里，点个订阅不迷路，我们下期再见。